这个情况呢，选择 all in 是非常的不错，然后我选择 all in， 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大盲位的玩家他选择了一个冷根，希望把八筒位玩家很快速的弃牌。大盲位的玩家呢是 A10梅花，翻牌是982，两张梅花，我就知道基本上我就要挂了。那刚刚我们讲到1100欧元的赛事出局之后呢，隔天呢我参加了一场1100欧元买入的主赛事。这个主赛事呢是一个比较小的主赛事哦，它有6个 day one， 然后我参加的是 A 组。A 组跟 B 组呢是在同一天，然后隔天有 C 组跟 D 组，然后在隔天呢是 E 组跟 F 组。所以总共有6个组别，那我参加的是第一天的 A 组。这场赛事呢，预计就非常多人哦，所以我当然希望 A 组都参加，不管有没有晋级啊。假设没有晋级的话呢，晚上或者隔天我可以再打一次。好，所以 A 组呢做下来呢，其实没有太多有趣的手牌。第一手比较有趣的手牌呢，是在500、1000的盲注级别，8人桌，然后 UTG 加1选择加注到3000。然后 CO 位呢是一个筹码量非常多的玩家，他选择了3次下注到10500，然后这个时候到我在大盲位，我有24500，然后我是一对 K， 那我在想的话，我这边应该不会有一个跟注的范围啊。如果我今天我的手牌觉得是足够强，继续的话呢，我觉得都可以选择 all in。那我在想，我这边选择 all in 的范围呢，我很有可能不会 all in 99。10应该是最边缘，然后我甚至考虑 Ace Queen 不同花可能都会弃牌。那我在想，我可能会 all in 的话，可能是 AQ 同花或者是10以上的对子，大约是长这样的范围。那我一对 K 呢，我当然花时间想一下啊，好像在做一个决策，但是其实我已经知道怎么做了。然后呢，选择了 all in。UTG 加1的玩家弃牌，原本3次下注的玩家呢，他选择跟注。我是一对 K， 他是一对 Q， 这把牌呢就让我的筹码翻倍。下一手牌我觉得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手牌，这把牌呢是在600、1200 8人桌。我大约有5万的筹码量，我在 UTG 加1选择了加注到2500，我是 AJ 梅花。Low Jack 位的玩家筹码非常的多啊，他选择3次下注到7500。这时候呢，我就有一个决定要做，我认为我的 AJ 同花绝对没有落在弃牌的范围，可以考虑4次下注炸虎，或者是选择跟注。但是其实我的筹码量大约是40个大盲，所以我也不大可能4次下注不是 all in。所以这手牌如果说我真的觉得它很有机会，范围非常的宽，会弃牌的话呢，我可能可以考虑用一个很低频率的选择 all in。但我当下认为预设策略呢，一定是选择跟注哦，所以呢，我也选择了跟注。翻牌是 J6方块梅花7，底池大约是18000，非常好的翻牌，我击中了一个 AJ 的顶对，然后我选择了 check。这个时候呢，底池18000，对手选择持续下注8500啊，我的后面的筹码量呢，翻牌之后呢，大约有43000了。翻牌呢会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决策点。我们这边的话呢，可能很多玩家都会预设是跟注，那我当然觉得跟注不是一个问题。以这个电脑的软体分析呢，建议呢会有很高频率的选择加注，这个是 OK 的哦。所以我当下呢选择加注22000。然后呢 ，Low Jack 位的对手呢 all in， 当然他 all in 很有可能就是你说 QQ 上的对子，但是我认为还是会有一些，比如说 AK 同花、AQ 同花，就2张方块的手牌，还是会有一些 A5 方块之类的炸虎，我觉得是有机会的。所以这张整体的范围呢，当然我们 AJ 绝对是GTO 就是电脑的预设绝对是不可能就弃牌。实际上的玩家呢，相当的接近啊。不管怎么样，我当下选择了跟注。看到不好的消息啊，它是一对 K， 然后呢，转牌是一张方块2，合牌是一张 K 啊，所以呢，这把牌呢我就出局了，然后就重买。重买一上桌第一圈9人桌 UTG 的玩家大约有5万的筹码量，他选择加注了2500，我在 UTG 加2啊，因为我重买嘛，所以是3万的起始筹码，我选择了3次下注到7500。Low Jack 位他有5万的筹码量，他突然就冷跟啊，冷跟的话，我觉得对于现场的玩家其实会是一个蛮限制的范围哦，就是我会认为它的范围就是不够强去 all in， 但是弃牌要太可惜哦，比如说99、10，甚至是 JJ， 甚至是 AQ， 甚至是 KQ 同花之类的手牌，比较像是它的范围。UTG 的玩家弃牌
所以是一个单挑底池。翻牌是 A6 黑桃红桃5，底池大约是20500。这个时候呢，我的筹码量其实大约剩下22500左右嘛。所以呢，我认为这个翻牌呢，我可以考虑 check， 但是呢，以预设策略来说呢，会是一个很高频率的一个全范围的下注哦，因为 SI 的翻牌其实对我来讲是非常的有利，翻牌前3次下注的范围呢也是非常的有利。就算我是一对 K 哦，选择下注6000，然后 low jack 玩家跟注，他跟注的时候，其实我就觉得很高的几率他可能会有 A， 甚至是他可能有一些假设他是10 JJ， 我觉得他可能都会跟一次。那我觉得转牌不管开什么，除了开 K 之外呢，我觉得都会是一个很高频率的 check。以我的 KK 来讲，转牌呢，棒，来一张红桃 K 啊，非常好的手牌，就算它有 A 我都不输。底池大约是32500，然后我剩下16500，大约是半个 pot 的状况。这可能呢，转牌呢可以考虑过牌，然后当然下注也不是问题啊。所以呢，我当下决定，如果它是2张黑桃的手牌，假设他今天是 QJ 同花、10J 同花，他翻牌前看到这个牌，我觉得很漂亮，他想要玩，我下注呢可以让他同花的听牌啊选择跟注的话，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状况。那我 check 的话，他会不会下注，会不会炸？我觉得可能比较不会。其实如果我下注他都会跟注，那我觉得是一个好事。所以我当下选择了转牌，我就直接 all in， 然后他就也蛮痛苦的，但他还是选择跟注。那我在猜他大概就是 AJ 同花、AQ 同花这些手牌。他跟注的话，他是一个 AQ 不同花合牌，但他就没有 out 的嘛，就是他就0%，就是 join day， 然后合牌开张8，无关紧要。所以这把牌呢，重买一上桌呢，第一圈呢就筹码翻倍，非常的不错。下一手牌的状况呢是1000、1500的盲注级别 ，High J 玩家有7万的筹码量，他选择加注到3000啊，我在 CO 位。我有65000的筹码量，我拿1对8，那1对8呢，在这个情况下会是一个相当高频率的跟注，低频率的3次下注啊，至少电脑会这样子建议。那我当下呢，对于现场的玩家，我觉得跟注是非常的 OK， 所以我选择了跟注。翻牌呢是75方块红桃4。非常好的翻牌啊！对我来说呢，我有一个 overpair 加上一个卡顺，一次1万。High J 玩家选择了 check， 换到我是他的立场呢，我也会有一个很高频率的 check。最主要是因为其实我跟注的范围会非常的窄哦。那我们在前面有讲过，1对8呢，对上他 check 的范围呢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下注。因为如果说我整体的范围都会是一个很高频率的下注啊，尤其是1对8，所以我当下下注4000，对手 check call。转牌是一张红桃 Q， 底池18000，这个时候对手又 check。那我认为这手牌呢，88转牌会是一个混合策略，但我认为会比较偏向下注多一点。那原因是因为我们有多一个卡顺，我们不想要看到合牌开 A 或 K 或者是 J， 转牌下注合牌 check 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预设策略。转牌我又下注了一个半个底池，也就是9000。然后对手跟注，那我认为合牌我预设策略的话会是一个很高频率的 check， 但是呢合牌开了一个绝对不会 check 的牌哦，合牌开一张6，然后变成是我1对8就成了顺子哦，这时候呢对手又 check， 当他 check 的时候呢，底池36000，我大约还有5万的筹码量。那我认为合牌呢，我如果要下注我的顺子的话呢，会是一个比较高频率的选择大尺寸的下注。所以呢，底池36000，我选择下注了一个32000，这个筹码量是相当的不错，就是让他的假设他今天是大对子啊，甚至是一些 Ace Queen 啊、King Queen 之类的手牌，或者 AAKK， 他都会非常的痛苦哦。我觉得应该都会考虑跟注。所以我选择32000之后呢，他想了很久之后呢，他还是跟注了。然后当然是我先开牌啊，那我开1对8，他就没有开牌嘛，因为他输了。这一手牌呢，让我赢到非常多的筹码。下一手牌呢，我觉得是一个3人底池的状况。9人桌我在 UTG 我有12万的筹码量，然后我加注到3000，小盲位大约有7万的筹码量选择跟注啊，大盲位的玩家也跟注，大盲位大约只有3万。翻牌是 K8 方块黑桃10啊。底池是10500，小盲位玩家 check， 然后大盲位玩家 check。那我认为我在这边 A10的中队呢，会是一个很明显的 check 啊，因为我这边其实3人底池的话是一个很好的摊牌价值，我不能够价值下注，我的手牌也不大需要保护，所以我今天选择了 check。转牌是一张方块6，然后小盲位玩家 check， 大盲位选择了下注6500，我的范围里面呢会有一些 K 可以跟注，那我认为 A10呢也是属于一个跟注的范围。所以我当下选择跟注，合牌开一张红桃2，底池23500，他下了一个超小的，下了一个5500，甚至比转牌还要小。他下注5500，后面剩16000。那我觉得这手牌呢，其实它很特别，我觉得3个都可以。我觉得我可以考虑弃牌啊，原因是因为在3人底池，我可以考虑只跟注我的 K 就够了，当然也可以考虑跟注啊去抓炸。那它的炸胡的范围，我觉得很有可能是2张方块啊，甚至是一些随机的一些9或者一些7，代表说一些卡顺。或
或者是 J9不同花，其实这些范围呢都潜在它的范围里面，也就是说它的范围是相当的宽。弃牌是一个选择，跟注是一个选择，但是其实你要知道，玩家他只有21500，他下注了一个5500，后面是16000，代表说他其实下越小的注，代表他的范围是越弱，他就不希望你下注，所以他下一个小注。所以我觉得加注呢也是一个选择。如果说他今天有一些我不知道 K4、K5，他会不会下注之后呢被我的 all in 之后弃牌？我觉得有机会。如果我认为他不会盖任何的 K 的话呢，那我觉得这个加注可能就不是很好。所以其实我当下呢就2个在选择，要么就是扣，要么就是弃牌。刚刚讲它其实还会有很多很宽的范围嘛，抓炸虎呢绝对也是一个合理的选择，所以我当下选择跟注，然后看它是 KJ 不同花，它就是一个顶队，所以这把牌呢我就输了一点筹码，但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其实合牌，因为它下一个小注啦，所以我觉得会比较难一点。如果他今天下大注的话呢，我觉得我很有可能还是会考虑跟注，或者是考虑跟更好的 K 就好了，这是一个策略。下一手牌呢是一个9人桌，在 UTG 1000、2000的盲注级别，我拿了一个 Q10方块选择加注到4000，COA 的玩家跟注。翻牌是 K8红桃黑桃2，底池13000，我持续下注4000，COA 玩家跟注。转牌来一张9，多了一个卡顺，底池21000。我这个时候呢，我认为它的范围里面呢，其实我会有一个相当高频率的 check 所以我当下选择了 check。然后合牌开一张方块 A， 这个合牌对我来讲是相当的好，我觉得我 A 会比较多。如果我今天是10 JJ 的话，会是一个明确的 check。我今天是一些 K 的话呢，也会是一个 check。那当然我的 A 当然可以价值下注。所以如果我今天要找炸虎的话呢，当然就是我的这个手牌，我觉得非常的适合。比如说10J、QJ、Q10，所以底池21000，然后选择下注10000。对手很快的跟注对手是 AQ 不同花，就是他合牌中 A， 所以他当然就会跟注。炸虎失败输一点筹码，但是没关系。好，那接下来下一手牌呢是1000、2000的盲注级别，小盲位大约有5万的筹码量，他选择 Limp， 我在大盲位我有7万的筹码量，我是 J8 不同花，这把牌呢可以选择过牌，也可以选择加注，我觉得都可以。那我选择了 Check， 那翻牌是876 Rainbow， 然后底池6000。小盲位 check 我这边大盲位的话，我的范围对这个翻牌是非常有利尤其是我又中了一个顶队，所以我会有一个很高频率的下注底池6000，我选择下注3000，然后小盲 check call， 转牌是一张 Q 还是 Rainbow 的牌面，底池12000，小盲位 check 这个时候呢，我下注半个帕6000，然后小盲位又 check call， 合牌又开一张高牌 K， 底池24000。这时候发生一个很奇怪的状况，就是小盲位竟然先下注，他在翻牌 check call 转牌 check call， 然后合牌开张 K 之后呢，他领先下注17500。我是不大了解他有什么牌可以这样打。那当然你说他有没有可能中了一个顺子或中了2对合牌自己下注，当然有机会。但你要知道，单挑这种情况下呢，其实我们只要在翻牌的顶队都是非常的强就算转牌跟合牌开了2个高牌，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明确我要跟注的一个手牌范围。他绝对有机会有一些，他会有很多的9，任何的10，任何下面的顺子、上面的顺子的这个听牌没有中。我这个牌是很轻易的跟注，当下选择跟注看到 A9 不同花A9 不同花呢，就是一个翻牌的双头顺的听牌，然后就没中嘛。它的 A9 其实合牌还是有可以考虑 check 因为它还是有一点点的摊牌价值，所以如果我是他的话呢，我可能不会考虑拿 A9 来炸，但无关紧要了，反正他就炸了，然后就被我抓。下一把牌呢是在1000、2500的盲注级别，我在 low jack 位，我有8万的筹码量raise 到5000，我是1对8。High jack 玩家呢是筹码量非常非常多的玩家，然后他3次下注到15000，我选择跟注。我认为这把牌永远不会是翻牌前的 all in，99以下的对子都太弱，但是99到66的对子都会是一个应该要跟注，66以下的对子应该会考虑弃牌，我觉得太弱，所以呢这大概是我的一个对子里面的范围所以88选择跟注。好，翻牌呢 K8 非常好的翻牌，我中了一个 Full House， 底池36000。那当然我 check 对手会有一个非常高频率的持续下注那当然我觉得这是非常的合理。他选择了下注13000，这个翻牌我可以考虑 raise， 我可以考虑跟注，但以一个预设策略来说呢，我是一个范围弱势的情况下呢，我比较不会有一个加注的策略所以我选择了一个跟注，而且我觉得 KK8 也不是一个需要保护的一个翻牌假设我有 K， 对不对？我也不用加注。好，转牌来一张黑桃 A，黑桃 A 实际上对我的范围是一个比较不好的状况，但对于他的话，我觉得是非常不错。他绝对会有一些 AQ甚至一些同花 A 的炸虎，
所以我觉得 A 呢，让它击中它非常多的范围，然后它很有可能会因为中了这张 A 之后呢，会支付我后面的筹码。底池62000哦，我选择了 check 啊，这个时候呢，他也选择了 check， 合牌开了一张红桃2哦，就是一个正门花的红桃2，我选择了 all in 52000，然后对手弃牌。合牌其实我当然也可以考虑过牌哦，但说实话，其实我觉得大家不要把这个游戏打得太复杂，这就是你有好牌的时候，就是想要投入更多的筹码，至少很高的频率是这样，所以我觉得这个 all in 不会到太早。他弃牌之后呢，他跟我讲他是一对 J， 然后我想说哦，好吧，那你是一对 J， 可能就是不管怎么样，我 check 我在想他也不会下注。这把牌呢就是赢下来一个还不错的底池。下一手牌呢是1500、3000，这手牌呢是对上刚刚讲的那个同一个对手。我在 COA 的位置呢，我有12万的筹码量，我选择加注到6000，我是 J10梅花。同位的玩家就是我刚刚讲我下位玩家，就是刚刚3比我那个，他筹码非常的多，他又3次下注，然后加注在17000。啊，这个时候呢，10J 梅花我觉得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，好，我选择了跟注。翻牌是 J9红桃黑桃6，底池41500，我 check 他下注一个15000，然后我跟注。转牌是一张无关紧要的2，底池71500，我 check。那这个时候 bottom 位的玩家 all in。啊，当下我就有一个决定要做。其实以10J 红桃这个情况下，以预设策略来说呢，以这个电脑软体呢，会建议要跟注。其实当下我也觉得应该要跟注，但是我后来选择了弃牌哦。我觉得有几个原因，第一个是其实10J 某种程度上让它有 Q10红花的炸胡，相对来讲少很多。其实我是一个最弱的 J， 其实我今天可以考虑跟更好的 J 就好，比如说 KJ、AJ 都是一个很不错的范围选择。10J 说实话也会是一个很边缘、些微正 EV 的跟注，但实际上就是要看说它的炸胡的频率到底多不多？那我刚刚看到它其实以整体的状况来讲，它可能没有这么多炸胡，但我不知道，扑克很难就难在这个地方，变成是你就是要猜。那我当下决定就是我可能有时候跟注，或有时候弃牌，或者是我可以选择跟注更好的顶对就好。反正我当下就决定弃牌。在赛事结束的时候呢，他告诉我他是 Q10红桃，Q10红桃就是一个双头顺带买同花的炸胡。他是跟我讲他是这样的手牌啊，但就算遇到这样的手牌，其实我都没有领先太多。他如果会有 Q10红桃，他会有 KQ 不同花的话，10J 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手牌啊，就弃牌了，我觉得 OK。然后下一手牌呢是接近前圈了，这个时候呢大约剩下130位玩家。然后前圈是122个玩家进入前圈，也就是说接近可以说是一个泡沫阶段的概念。那泡沫阶段的概念呢，就是大家会拖时间啊，然后这个时候的玩家其实都比较不会玩太多手牌，原因是因为他不想要在前圈前出局哦。所以呢，这情况是一个bottom位的玩家，他有30万的筹码量，盲注是3000、6000。他选择在12000，我在小盲位，我只有78000，78000大约是13个大盲，我是 A5 黑桃。那我当下就有一个决定要做，我要以进入前圈为考量的话呢，我 A5 黑桃呢会是一个弃牌或者是跟注。如果我考虑想要前圈为优先的话，但其实我现在打比赛，我会希望就是只要策略呢，只要让我赢筹码，那我就会去做这个决策。也就是说，其实我不会去考虑到前圈的好处。A5 同花呢，绝对是一个正 EV 的 all in， 尤其是我认为它是一个筹码量比较多的情况下呢，它的加注的范围会比预设的范围还要更宽。代表的意思是，它如果范围会更宽的话呢，代表我可以 all in 更宽的范围。原因是因为它的范围这么宽，它实际上跟注范围非常少的话，我有更多的弃牌率。这个情况呢，选择 all in 是非常的不错。然后我选择 all in， 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大盲位的玩家还有25万的筹码量，他也非常多，还有40个大盲，他选择了一个冷跟78000，那我就知道他的牌一定比我大。bottom位玩家很快速的弃牌。大盲位的玩家呢是 A10梅花，我是 A5 黑桃，翻牌是982，两张梅花，我就知道基本上我就要挂了。他有2个高牌，又领先，又有2个梅花。转牌来一张3，合牌来一张4，所以我中了一个后门顺啊，运气不错。然后这把筹码量呢就有打起来，顺利的进入到前圈，也就是第2天的赛事。第1天的赛事结束的时候呢，我大约有148000的筹码量啊，进入到 Day 2。Day 2呢是非常非常多人的一个 Day 2，原因是因为总共有6313个玩家，然后 Day 2呢其实非常的混乱啊，因为他们用了一个新的系统，然后导致上面有一些宕机啊。在开赛的时候呢，中间呢一度玩了大概15分钟，但休息了2个小时，非常的夸张。就是因为这个系统一直出错，刚开始的感觉呢不是很好。
然后在这个4000、8000的盲注级别呢，发生一手牌啊，这手牌呢让我损失了蛮多筹码，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？跟大家讲一下。8人桌我在 UTG 加1的位置呢，我有大约26万的筹码量，然后选择了加注一个 KJ 不同花，加注在16000。第二位大约只有20万的筹码量，它大约25个大盲。他选择了跟注单挑底池啊，翻牌是 J8 红桃黑桃6，底池52000。我说我会一个混合策略啊，然后我当下选择了一个下注，我下注在17000，对手跟注，转牌来一张梅花10啊，就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一个10，然后底池86000。这个时候呢，其实我一样可以2种策略，我可以考虑过牌，然后当然也可以考虑下注。所以我当下呢选择了下注一个半个底池，大约是43000。第二位的玩家呢选择了 all-in 17万左右。其实这个情况呢，也是跟我们刚刚讲的一样，相当的边缘。以电脑软体呢，可能是一个些微的正 EV 的扣。那我觉得对于现实的玩家中呢，我觉得弃牌其实也不是太糟的一个选择，所以它就是一个很困难的抉择。那我们就要去想说，对手可能 all in 的炸弧是什么，然后足不足够多，让我们去支持这个跟注。那我当然认为他今年很有可能，假设10这2队他会 all in，中3条，比如3条6跟3条8，他肯定会 all in，可能会有一些 KQ 同花、KQ 不同花啊，甚至是 A7、A9 同花，我觉得都潜在他的范围里面。以这样子的范围来说呢，我觉得是跟注不会到太糟，尤其是他 all in 大约是20个大盲嘛，这20个大盲以内的顶队，其实基本上都会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继续的范围，所以我当下选择了跟注。看到一个坏消息啊，是一对8中胜啊，所以我就损失了非常多，应该说我大部分的筹码量啊，这把牌呢输了25个大盲。过了一圈啊，我在 UTG 加1，我只有59000的筹码量，然后我都选择了 all in QJ 不同花，不到8个大盲啊，那肯定是一个合理的 all in。然后 CO 位呢，就是刚刚那个1对8那个玩家呢，他选择了跟注一个 A3 同花，然后这把牌呢就是2手牌啊就出局了。然后呢，我们获得的钱圈其实很少，我记得是2330欧元啊。这一场赛事呢，就到了一个终点啊。对我来讲呢，就是有打到第2天的赛事，然后钱圈，但是非常的可惜啊。这个就是我们在前2天所遇到的一些比较有趣的扑克手牌。那如果说你有手牌的问题的话呢，可以到我们的 Discord。那你可以在那边投稿你想要发问的手牌，我们之后呢会在这边挑选比较有意思的手牌来做一个影片回顾。那我是小 P，拜拜。